英国媒体传出消息，一名年仅27岁的香港女子在出租屋自尽。这位香港女子不仅是香港某著名大学高材生，拥有日内瓦国际事务硕士学位。当她的死讯传回香港时，多数香港市民却直言她这是罪有应得。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本应拥抱更好生活的她，为何会落得自杀的下场？被忽悠瘸了的废青。2022年，随着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无数港独分子开始成批逃离。这群掀起祸港事件的废青，面对有法可依的香港警察，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开始寻求出路。这时，英国跳出来表示，香港人可以凭借此前颁发的 BNO 护照前往英国，并且享受英国公民待遇。英国这份公告一出，让大量废青找到了出路，纷纷前往他们的精神母国。何一琼就是祸港乱民的废青之一。不过，这个何一琼和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不学无术、只想躺平的废青不同。何一琼是正经的香港某著名大学的学生，他还在日内瓦获取了国际事务硕士学位。不仅如此，何一琼还曾在红十字会担任过干事职务，并且积极参加国际救济活动。就从这样的履历来看，好像怎么都无法将他和那群打砸抢烧的香港废青联系到一起。可事实确实如此。何一琼在废青的煽动下加入了反修例运动。原来温文尔雅、充满爱心的他，加入到了废青的恐怖行动当中。而且何一琼不甘心做大头兵，他积极领导废青活动，并且多次在网络上发表不当言论。在大多数废青都选择藏头露尾时，何一琼的积极性让他成功混到了小领导的地位。冒尖的何一琼还曾被捕入狱，不过当时香港的环境导致他并没有被抓多久就放了出去。不过很快，废青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随着国安法落地港区，让香港警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废青被警察逮捕。何一琼慌了，开始慌不择路的逃跑。而英国的 BNO 护照成了他唯一的希望。于是何一琼逃往英国。原本到英国前当的何一琼还幻想着自己可以在他的精神母国里发光发热。不过何一琼没想到的是，到达英国以后却是他噩梦的开始。人不如狗的废青。在何一琼抵达英国时，英国正处于经济下行阶段，经济实力大不如从前的英国哪有什么心思接纳这批流亡废青。于是何一琼在下飞机后接到的通知是自食其力，这和他刚开始设想的完全不同。而这时候无处可去的何一琼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接受现实。不过刚刚逃到英国的何一琼身上并没有什么积蓄，一穷二白的何一琼开始找工作。问题又来了，英国经济下滑，自己国家的国民能保住饭碗就不错了，哪里有工作给这种二等公民？是的，二等公民，英国官方所宣传的持有 BNO 护照可享受英国公民待遇的说辞，完全是骗傻子玩。而以何一琼为代表的香港废青就是这批傻子。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持有 BNO 护照的人连最基础的开立英国银行账户都做不到。而当何一琼询问如何才能开立账户时，得到的回答却是需要固定住所。可想要拥有固定住所，就需要有开户银行。好了，这下陷入死循环了。无处可去的何一琼只能跟着其他国家逃到英国的难民以及英国本地的流浪汉住在一起，手上没钱，最基础的生活保障都没有。无奈的何一琼一天只吃一顿饭，以此来节省开销。如果只是生活上的困顿，何一琼可能还能忍受，毕竟这里是他的精神母国，他一直都相信着英国。不过现实却是，何一琼所住的移民街以乱出名，混乱的环境让在香港享受惯了的何一琼根本无法适应。据何一琼弟弟的描述，在英国这段时间他根本无法睡觉，不是睡不着，而是不敢睡，他怕受到侵害，怕被拐卖。害怕的地方有太多巨大的精神压力，让何一琼几近崩溃。后来何一琼终于在伦敦的一个慈善机构找到了工作，不过薪水很低，满足自己的温饱都是一个问题。没办法，二等国民的待遇是这样的，他们无法获得和本地人一样的薪资待遇，就连实习生都不如。在工作了几个月后，何一琼终于从移民街搬了出去，来到了李士满的一个集体公寓中。虽然搬了出来，不过居住环境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脏乱差的环境问题依然困扰着何一琼，而且他每月还要支付900英镑的房租。高昂的房租，巨大的精神压力，低廉的薪资，被人看不起的种族歧视。何一琼终于坚持不住了。何一琼没有跟任何人告别，自己在租住的房间内上吊自尽，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而何一琼的死被发现，还是因为房东没有收到房租，上门催缴时发现的。这时的何一琼才刚刚到英国7个月。何一琼去世后，他留下的只有遗书和他的 BNO 护照。何一琼的精神母国英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派出了一名验尸官为其收敛尸体。这位验尸官对何一琼的悼词是这样的：菲昂是一个优秀的人，在英国期间，他深受欢迎，是一个非常聪明和敬业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希望他的家人能记住他。而何一琼的工作慈善单位是促进世界妇女的生活和教育。如果放在戏剧上，这样的剧本无疑是出色的讽刺剧本，可在现实中却显得那样的可笑可悲。对于英国人来说，颁发所谓的 BNO 护照无非就是盖个章的事。何一琼只是废青的一个缩影，很多原本在香港有着优渥生活的人，在逃往英国以后都变成了廉价的劳动力，其中不乏一些人因为找不到工作变成了流浪汉。在接受采访时，他们觉得英国政府背叛了他们。不过对于英国来说，一批连自己国家都可以背叛的人，失去了利用价值，连狗都不如。警惕颜色革命。2019年，我国宣布制裁5家货港 NGO， 他们分别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根据调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从1995年起就一直向乱港组织者香港人权观察输送资金，从一开始每年几十万港元，到2004年直接飙升到100多万港元。截止到2013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已经向香港人权观察累计输送了1482万港元，被揭发后由民转案，具体数字不得而知。其中自由之家被德国民镜周刊披露，自由之家还是乌克兰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这5家非政府组织的总部都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不过他们在美国国内并没有什么人权活动，反而他们的工作范围都指向了其他国家。在反修例风波中，就经常能看到鬼鬼祟祟的外国人在街头发放装备、钱。可以说，香港的反修例风波并不是什么为了民主情愿，而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颠覆政府的恐怖主义行为。他们攻击警察，闯入香港立法院，破坏公物，阻碍交通，殴打无辜市民，撕毁并侮辱国旗。货车司机陈大爷因为看不惯暴徒们破坏公物的做法，出面阻止，被暴徒泼汽油点燃，陈大爷严重烧伤。暴徒们将石头扔满路面，阻碍交通。当香港市民自发去清洁路面时，遭到了暴徒攻击，一位清洁工大爷被石块击中，伤重身亡。当一个集体进行无序运动时，失控是必然的，因为没有人会保持清醒。这群废青就是这样，他们借着游行名义在香港打砸抢烧，让这颗明珠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肆意破坏着自己生存的环境，破坏着自己的未来。结语：反修例风波在国安法正式落地后偃旗息鼓，那批发动反修例游行的废青直接解散了各种各样的民权组织，逃的逃，抓的抓，危害香港的废青终于被连根拔起。任何试图分裂、危害国家的行为必将受到严惩。香港在回归以后，不仅没有像西方预言的那样衰落，反而绽放出了更加璀璨的光芒，释放出的经济活力远超西方的预期。